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神圣时间轴，我是瑞安，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主题呢是转运时刻来临，我们正在显化的好运势哦。所以我们带来3副牌组，从左至右呢是我们的第1副、第2副、第3副，可以凭直觉选牌，也可以选我们的参照物水晶哦。那如果选好的话呢，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解牌环节咯。Hello，地铺牌组的朋友，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它是超级七，里面有7种水晶，对，非常漂亮，闪闪发亮哦，看到吗？对，很好看的一个水晶。那它蕴藏了很多很好的能量哦，就像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蕴藏很多能量哦。那我们打开这一张牌哦，这一张牌是我们的 Legacy，8号牌 Persistence， 它是一个坚持的意思哦。那在这里呢，跟我们水晶的颜色也有点相似哦。那这个龙身上也有一些斑纹的色彩。我们超七的水晶啊，它拥有非常强的能量，然后它的形成是来自大自然能量不断的叠加累积所形成的哦。那超七呢，就是有7种以上的水晶一起形成的一个水晶。那有时候会共生紫水晶啊、茶晶、白水晶，或者是黄磷、铁矿等等的金红石啊，共生的矿物就有多达7种，所以它的效能也是多达7种。它可以平衡你身体上面的脉轮哦，然后从头到脚有顶轮、眉心轮、喉轮、心轮、太阳轮、脐轮、海底轮，然后只要哪一个脉轮的能量失衡，它就可以去对应那个脉轮来去维持脉轮的能量，保持平衡。那这张牌呢，我们看到的这一张呢，它是有关遗迹、遗产的意思哦 ，legacy 就是有去累积的这种感觉。我会感觉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就是在长期以来啊，你所累积的智慧，可能不只是你这一世所拥有的知识，然后更有很深层的那个意义，是在于说，你拥有可能累生累世所累积下来的一些财富，和这个财富比较是你学习过的一个能力，但是可能在每一世，我们可能会忘记我们曾经有的能力，但是在近期呢，你的一个好运转动，就是你其实会开始发现你身上的品质，然后开始去运用它。那 legacy 有关遗产遗迹，那这也代表部分朋友可能是在这一世来说的话，有运用到祖辈所传承下来的一些好事，或者是所给予的一些丰盛，或者是我们可能祖先啊，或者是我们的父辈、母辈那边所传承下来的一些很优质的一些体现，一些美好的品德，然后在你身上得以展现，这些都是美好的品质哦。那它这里面还象征着是说，因为你愿意在这个家里去承担某些想要去改善这个可能家族业力或者是一个土地业力所带来的影响，你想要让这个家变得更美好，所以其实你坚持了很久。那在更深的体现呢，是你在这个地球可能轮回了很多事。那其实这个支持、这种支撑呢，你会在今年开始就有这些感受，就是有一些事情变得很轻易，因为你在过往是非常坚持的哦。我感受到有一种很沉重的能量，让你去爱护你可能家里的很多关系，你去改变了你自己哦，你去转换了这个能量哦，有感觉到这种感受，所以其实你的运气真的在好转当中哦，或者是说已经本来就
有感觉到你在看很多事情的眼光开始不一样，那这些都是因为你的坚持还有你的努力而形成的。那你的美好就好像我们这一颗水晶一样，你拥有非常多的潜在的特质，你可以去平衡很多事情，它好像其貌不扬，可是仔细看的话，有很多彩虹光在里面展现出来。对，然后呢，你们本身能力是出众的，有感觉到在未来很多的事情会很顺利的达成，那也是要依靠你们，就是长期以来所累积的这些知识，你们其实已经累积了很多，蕴藏了很多能力和能量，就等待着你们可以展现出来。那我们先把这张牌先放到旁边，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副牌组啊，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好，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呢？隐士牌、圣杯侍从、钱币十，哇，钱币国王、皇帝牌。你们是非常可以游刃有余的安排自己的生活，然后很多事情啊都可以用新的眼光来去看待了。然后，感觉上你们运势非常好，很多事情、很多钱财都可以顺利的累积下来，然后很多事情都按部就班的照着你的想法去运行运作。所以你面对世界来的变动，已经不再会是那种彷徨无措的，你真的是已经充满智慧的去看待你的生活。那我们再来确定一下你近期的能量。我们第一副牌组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呢？那如果是星座方面的话，有牡羊座，然后金牛座、摩羯座，然后还有我们的天蝎座、双鱼座。那星座只是参考哦。我们第一副牌组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呢？很好。好，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可能在过往啊，你们是比较呃追求稳定的，那其实周围都会有不错的人在你们周围，就是帮忙你们。在过往的时候，可能发生了一件让你非常懊悔，然后有损失的事情，但是其实有感觉到你在面对这件事情是可以侃侃而谈，然后去把这件事情再诉说出来的。然后，所以他已经变得不是那么的让你那么难受。然后这件事情，嗯，这原本的这件事情或者是损失，其实是有耗费一些时间的，让你有些懊悔在啦，对，然后有一些放不下在那样子的能量。有关这个懊悔的事件呢，可能是员工他或者是你比较不那么亲近的人，他做了一些让你受损失的事情，但是呢，嗯，这件事情有公布于众，所以大家都知道你身上发生了这件事情，对，然后你也有让很多人知道说这件事情要避免。但好事情是说，所有你损失的能量都会再回来给你，就是你其实是稳定的，你的能量是稳重的，对，只是过去你会不断的行思有关自己可能做的行为、做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让你看到你有点害怕损失的这种情况哦。好，那如果有对应到的，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哦。那如果没有，觉得这副牌组不是就是要给到你的讯息，可以再回到
一开始重新选牌。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正在显化的好运势是什么呢？我们的转运时刻正在显化的好运是什么呢？我们第一副牌组正在显化的好运势，我们第一张是我们的宝剑八，第二张是我们的一样是隐士牌哦。好，力量牌，对，还有我们的皇后哦，正在显化的好运势。好，还有我们的钱币二。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你们真的是转运哎，就是即将要离开你们之前，会觉得很辛苦的一个能量，然后它是让你可能感觉到你不知道怎么往前进，或者是当初你可能觉得很彷徨无措的那种感觉，一一都会被瓦解哦。你会找到你内心的这个明灯，然后你会找到你内心的那个路，然后打开那个灯往前走哦。就是你未来的路呢，会是非常明亮的，你会很清晰你该怎么去前进，然后你也拥有别人所无法想象的毅力哦，就是你周围都会有朋友来帮忙，但是你本身是很坚毅的，你很坚毅不拔，然后你很可以去承担很多事情和责任，所以好运，你们正在开启的好运呢，其实是来自于说你本身的特质是本来就是很可以累积，或者是很可以忍受很多别人无法忍受的事情。那我们下一张皇后，对，下一张我们的皇后哦，就是她本身就是象征美与善的这种状态。那这就代表说你之后呢，会拥有非常多丰饶的事情，或者是家庭很美满的事情，对。然后也或者是说，如果是以女生来讲的话，你就会变漂亮哦，就是因为有金星的能量。那这个感觉呢，就是会变得很吸引人。就是说，女生会近期会变漂亮哦。那好运是说，你可能很多机会啊，很多钱财都会来到你周围哦。那我觉得有一个象征的事情是，你们本身是很有智慧的，你们是拥有自己拥有智慧，然后知道下一步该前往哪里的。所以其实这两张牌是很对比的哦，一个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因为你们曾经迷失过，我觉得人生要迷失过才会知道怎么走下一步。所以你们是充满勇气，可以很勇敢的可以去那个前进的人，因为你们曾经迷路过、迷失过，所以才会知道说，我不用害怕这个迷路，我可以勇敢的往前走，就算走错也没有关系，因为当初你们的迷失已经知道说那个感觉是什么了，所以你们会比其他人来得更勇敢。但是里面也有要提点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哦，因为你们会相对走稳定的路线，因为你们很聪明嘛，你们能趋吉避凶，就是比大多数人来的聪明有智慧，所以你们走的路都会比较稳妥。在选择上面的话，就会变成说有一点难去选择，因为有时候你会去想哪一条道路会是最稳定的，所以这是其中一个讯息哦。那第二个讯息是说，这个精灵啊，他很游刃有余的去用魔法让这两个金币很从容的运转，然后它也是很平衡的，加上它后面有翅膀，所以其实感觉上你们在生财这个速度啊，也会很稳定的持续下去。你们所想要显化的很多事情都会很顺利的达成，就是因为你们已经看过很多风风雨雨了啦，很多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所以其实你们以前的考验啊，真的就是考验让你们变得很好哦。现在就是一种承接幸运的能量
这样子。对，因为皇后牌也是很丰饶的，那等于说可能接下来的半年你会拥有一种比较有底气。跟之前相比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讲转运时刻来临嘛，你过去可能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有些懊悔，有些失望，有些失落的想法，已经渐渐的让你已经带你自己走出来了。你是非常勇敢，然后非常有智慧的人，你也有那种呃眼光嘛，你也有那个视野，可以让你自己脱离那种呃不好的境地，或者是危险的境地，你是能脱险的。然后你现在遇到危险都是可以避开的所以未来的你就是可以做很多你不会担心的事情，就是你遇见的事情都不会让你担心然后你可以如果跟其他人比起来的话，你是可以累积到很多自己想要累积的事情，譬如说知识啊、学习啊，还有这里比较多的是那个物质上面的丰盛啦。因为皇后嘛，它本身就是一种丰饶的体现，然后它也有关生育力所以就是如果你要有那种什么东西要变多的话，皇后牌就是一个体现，可能也有相关说你在投资某个方面会成功。对，那这里的这种方面可能是有关土地类型的，可能在土地的类型上面的投资会有增长的体现。什么东西会变多？它这张是比较有变多，然后又再加上我们的钱币二，它是跟物质上面有关，所以会感觉到你们在物质上面接下来的日子都不用很担心你们是很有底的，就是所有的困难在你们面前是无所遁形的，因为你们很会相信自己手上的这个灯。对，你们有两张，你们有两张隐士牌对，所以过往的这件事情，你们还是会常常反省。对，因为我们这里也有我们的黑桃二他就是一个老人，充满智慧的这种状态。对，所以你们的灵魂啊，可能现在都比较老成一点，就是会比较想比较多，然后比较沉稳。跟同龄的比起来的话，其实是有一些余裕的，可以去让自己过得还不错。你们会开始爱自己然后你们也愿意帮助其他人，你们身上的光是可以影响到其他人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副那雷诺曼牌卡来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即将要转运的显化的好运势是什么？我们即将要显化的好运势是什么呢？好，男人爱情、爱心、鞭子、信件，重新排一下，再抽一张。我们第一副牌组即将要显化的好运势是什么呢？好 ，OK， 有部分朋友呢是有一个讯息，就是有些部分朋友在爱情运上面是会察觉到，可能在双方关系之间的问题，然后你们会摊开来说清楚、说明白的。那有部分朋友可能就会有断舍离的这种状态，你会明白什么样子的人是你值得交往的，然后是值得付出的，这是给到部分朋友那还有部分朋友是说，你跟你的情感关系会需要沟通，然后来去面对这个挑战那很多时候都是要静下心，好好去看清楚你的感情的。那我们再来
去看一下这有关第一副牌组爱情的这个运势哦。我们第一副牌组的爱情运势即将会迎接的好运势是什么呢？吸引力哦，对，一个蝴蝶 butterfly 重生的意思，还有泰迪熊。对，其实还有部分朋友呢，其实在感情这上面，你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安的感觉。但是呢，其实你们所有模糊的层面，在近期会一一让你去条列清楚，你们的关系会迎来一个转变哦，就是一个升华，然后其实会让你们的感情更紧密，你们之间会多出来很多沟通的时间，来去更了解彼此心里的想法，然后他也会给你那种很浪漫的感觉，就是他也会去理解你，然后去愿意给予你很多情感的价值，你们之间是互相吸引的，然后呢，能去让这个关系更深入的进行下去哦，你们会觉得灵魂之间的那种感受会再进一步，所以其实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就是无论钱财、物质上面还是爱情上面，你们都会有一个要跃升的这种状态，就是感觉上更进一步了，或者是说更深入了。你们对于物质或者是你们精神体现的那种满足感，会越来越觉得很舒服的状态，会有一种幸福感在你们生活周围。那我觉得这已经是超级好的好运欸。对，所以你们转运时刻来临，过往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纠结的事情，其实你们渐渐也放下了，然后会越来越愿意去看到周围你觉得值得欣赏的部分，或者是说你们会感受到那种幸福洋溢在你们的周围。对，那真的是正在显化这些好运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副牌组的神谕卡，给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正在显化的好运势，宇宙有什么提点呢？宇宙的提点是说，have fun，就是好好的去享受这个玩乐。你们去玩乐，就是你们在每一天呢，都去享受这个开心的感觉，因为接下来你们的日子都会是非常开心的哦。那还有什么给到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对，然后去感觉这种和平的感受，因为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就是最大的幸福。有时候可能你在近期啊，会觉得好像生活跟之前的步调有点不大一样了，那可能正在说明你的能量场正在翻新，你可能不用做很多事情，你就可以得到很多宇宙的祝福，因为你突然理解到宇宙让你来地球，或者是你活着这个感受呢，是要让你感觉到开心的。你越来越重视到你的开心和愉悦的话呢，你的生活还有你的好的能量就会在你周围源源不绝的给予到你。你就会发现，你再也不用担心可能钱的问题，因为你的能量就会去不自觉的吸引那些好的事情来去填补你的生活。你会越来越去感受到时间慢下来的愉悦感，你就会发现说，好像之前在汲汲营营的忙碌，觉得这样子比较充实。可是你的能量翻新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当你内心感觉到平静和平和，还有快乐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去欣赏这个层面，而且你也值得拥有这些层面。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张牌卡是一样是神谕卡哦。那这张牌卡呢，是来告诉你转运的方法哦，转运时刻来临嘛。那我们第一副牌组的转运方法是 sign， 它是一个征兆。If you are looking for a sign, here it is。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大众占卜呢，它就是一个讯号了，去找到我们有第二张蝴蝶哦，所以其实有部分朋友是有重生的意思在里面哦，你们会有象征性的一种蜕变，你们可能会来突然会拥有一个灵性的想法或者是顿悟，那这些顿悟呢是可能是要看到一些征兆。也许是看到这个大众占卜来让你去相信，哎，你拥有了。然后，如果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征兆的话，那就是这个了。好，我会感觉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会开始寻找生活的一些征兆。那这个征兆是幸福的征兆，所以这也象征说，你们在转运的时刻啊，能量翻新的时刻，其实已经有感觉到你们近期非常的棒，非常努力哦，有感觉到你们的能量不断的在变好哦。那还有那个意义层面上呢，是说，因为你们拥有欣赏周围事情的眼光，所以你们的能量，还有你们现在的心情，还有你们现在的生活，才有越变越好的趋势哦。那你们在转运的这个状态呢，也是还是需要你们不断的调整你们自己的思想，调整你们的频率，来让你们的生活可以一直拥有这些愉悦和平静平和的这种状态，那真的是最大的幸福。好，那我们抽几张茶叶卡来去看一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近期所收获到的好运是什么呢？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近期会收获到的好运，好，有新的能量哦。这张牌卡呢叫做椅子有坐人，那就是说有新的能量即将进入在你的生活里面。那我接受到另外一个讯息是说，可能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大翻新哦，跟以前的朋友圈跟现在的朋友圈已经不大一样了，不大一致了。所以其实代表说你们的能量是一个大翻新的这种状态。那你要相信哦，现在吸引来的都是很符合你的能量场，或者是要跟你一起享受快乐的这些高频能量哦。对，那我们就可以欣然接受这些好事、好人好事进入我们的生活。好，还有第一副牌组，还有什么要给到我们第一副牌组好运的讯息呢？日出，新的创意点子，新事业，一个新开始。对，就感觉到我们第一副牌组有很多新的能量会进入哦。那还有什么呢？墨水瓶，你有待解决的问题，其实很多事情会被你一一的察觉到，因为你们是有那个眼光的，你们是有那个灯的，就是我们的隐士牌嘛，你们是有那个智慧可以去解决问题的。那当然，可能宇宙要安排一些考题给我们去解决的时候呢，是来提升我们的一些智慧、内在智慧，而且其实是要激发你可能累生累世所拥有的这些能力，所以不要害怕这些问题哦。就是有这些问题，不是代表说可能生活怎么会遇到这些状况是很不 OK 的之类的。其实相反的是说，宇宙是信任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是来间接的打开我们一些能力。因为你可能身上是具备很多能力，你是不晓得的。尤其你抽到这一张牌卡，还有你选择的是这个超期的水晶哦，所以其实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是很可以去解决很多事情的。对，好，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还有什么讯息呢？
一个远方的朋友正在想你哦。那我回应到这张牌卡，我会觉得说，刚才我所说的这一副牌组的朋友，可能朋友圈是有大换新的，但是你也不要难过，因为你们的过往其实是有部分朋友是很失落的。对，就是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嘛，你曾经的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是有累积下来的。那些可能最后离开你的一些朋友，他们还是站在你身边的，就是他们内心还是挺你的，会感觉到这一块，就是他们还是感念到你的美好，所以就有时候是缘分的关系啦，所以才会慢慢的渐行渐远。好，下一张是我们的星星哦。其实你们真的是做很多事情都是胸有成竹的哦，所以你们要相信，星星也代表我们刚才讲说那个灯，隐士的灯，你们是可以有自己内心的一个星星向往，然后你们要去追寻的事情都是能成功的哦。好，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还有什么事情呢？近期所显化的好运是什么呢？好，坚持下去，你就会克服问题。好，那这蛮对应到我们一开始的牌卡 persistence， 坚持哦。那你们是很可以坚持下去的，对，你们的毅力是非常厉害的哦。坚持下去，你们就可以收获到很美好的果实。好，那这就是我今天所有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第一副牌组是有帮助的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一颗白水晶哦，看得到吗？诶，看不到，非常透亮哦，然后非常的漂亮，它里面有很多彩虹哦，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好，那我们先放到旁边。OK，我们来看一下你们选到的这张牌卡。这张牌卡是 Wisdom，就是智慧，Asking questions，询问问题哦。那这张很酷诶，它是一个白龙，然后你们又是白水晶。那我有感觉到你们是需要去过滤很多讯息，然后本身是有智慧，可以洞察很多事情的。对，然后呢，白色也象征纯洁、纯白、纯净。你们是有正义感的，有很多事情都会想一个方式去解决，你们很愿意去解决事情。对，那衍生出来的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让你们成为有智慧的人。对，很多的讯息被你们过滤完之后，你们会选择一条你们不后悔的道路，而且是一个你们所信任的道路。我觉得这个也象征的，只是说你们并不害怕犯错，但因为你们能相信，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取得里面的智慧，那真的是非常厉害。那我也感觉到，这也是你们转运的时刻啊，所去给予到的一个征兆。所以能让你们转运的这种好运气啊，是来自于说你们能去察觉好运是什么，你们能知道说清楚有些东西不适合你的，你所想要去给予的，或者是你所想要去接收的，你能察觉得到。所以也有部分的朋友在近期有断舍离的这种状况，你可以很清晰的去，这个断舍离已经不是物质上面的情形哦，可能在物质上面的断舍离也是有帮助，但是近期的你们是在思想上面的断舍离是非常厉害的，你们逐渐不再去执着于某些过去的思维、思想，甚至做事情的方式。好，那我们先放到旁边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呢？圣杯国王，
宝剑5，圣杯6，恋人牌，权杖8。看清楚一点哦。我们第一副牌组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呢？好，梅花4，方块 Q， 方块8，爱心 K， 黑桃 K。好的，第二副牌组近期的能量是，有部分朋友可能是跟一个新的对象交往了，然后近期才发现，可能无意间让你成为第三者的这种状况。对，他可能本身是结婚了，对，然后让你不小心进入这种三方的关系。那有部分的朋友呢，其实近期的你们有贵人赏识，然后跟一个很不错的人交往了，对，也是有关情感的关系。那近期的你们会感觉到好像很多事情都很迅速的发展，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说跟这个人的相遇很快就可以进行到下一步。那在这一块来说，其实又给你们蛮多的情绪上面的纠葛哦，你们很需要就是冷静下来，让这个火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平息下来，就是你们对彼此的热情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对，就是很多事情来得很快。对，那当然，它也让你身心里面成长了很多。对，那这一块你当然也希望可以跟他是有一些转换的空间。对，因为在一个关系的前进，你有点不晓得可以往哪边前进，也面临到一些抉择哦。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在工作上面，其实在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说，老板不错啊，可是，在周围的环境里面，你可能觉得说，这个环境里面的人让你觉得有点，里面的人让你觉得有点不自在，你其实会觉得说，他们跟你做事的方式有点不同。那近期可能让你会觉得说，要不要去别的部门，调到别的部门，或者是要去别的工作，换别的工作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在这个工作上面，你也有不错的收获，无论是新的人际，或者是客户啊，或者是他也有满足到你的某些条件，所以你的内心是有一些挣扎的抉择在里面的。对，那无论如何，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都是有贵人赏识的哦，那家庭也挺和乐，很多事情都算蛮按部就班的在进行当中。那还有一些讯息是说，你们会感觉到最近的能量发展很多，就是很快，好像给予你很多新的挑战，让你一一的去克服哦。所以也遇到了很多事件，这是第二副牌组所有的讯息。好，那以星座来说的话，可能会有我们的双子座，然后水象的双鱼，然后巨蟹座，还有我们的水瓶座，火象有我们的射手座。那星座只是参考，那如果觉得有对应的话，可以继续看下去哦。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回到一开始选牌，再继续选择别的牌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转运时刻的来临啊，正在显化的好运是什么呢？我们第二副牌组正在显化的好运是什么呢？好，我们的第一张是我们的圣杯9哦，钱币国王，哇，又是一张权杖8哎，
圣杯国王，又是一张圣杯国王。好，也是一张皇后牌。好，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啊，其实在近期你们的转运真的就是一个大转运呢，有很多事情都很迅速的在进行啦。然后其实过往因为我们刚才有抽到我们的黑桃 K 哦，那这张牌卡呢是比较讲述着是业力的轮回哦。那所以其实很多的事情正在进行，好像在帮你清扫了很多你不必要的能量，那都是来帮助你去进行你下一个阶段的哦。那在这里面有看到说，如果是回应到刚才的感情方面的话，你在这段感情其实你是充满吸引力的哦，就是你本身是具有优势的，那有可能是会有2个男生在追求你，因为我们上次的占卜好像也有讲到，就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一块。对，那近期可能你的转运就是你追求者好像变多，就可能加上我们近期的月份也是我们桃花月，是不是？所以可能最近你的爱情运方面是很不错的，追求者众多，很多人就会想要去让你有这个机会去跟他们交涉，或是有往来的机会。如果是感情，就是部分朋友感情的这个状态的话呢，他其中一方是会给你到情感的，就是很温柔、很体贴、大方，然后很细心。很纤细，他会知道你的很多事情哦，就是会去关心到你。那另外一方呢，就是可以给到你物质上面的状态啦，他就会也是会很稳重，然后给你稳定的安全感。他可以去体贴到你哦，然后去默默的守护你的这种状态。对，因为我们这一张哦，权杖八就是很多事情啊，其实在这一副牌组也是属于那种爱情、钱财都得意，事业得意啊，然后爱情也很得意的这种状态。然后加上也有一张我们的皇后牌，我们第一副牌组跟第二副牌组都有这一张牌卡哦，就是代表说你们可以很丰盛、很丰收，所以这2张合在一起是一种你最近的能量会进行的很快。那有些事情让你应接不暇啦，那这是唯一可能要让你再去注意的层面。那我们第一张啊，不用细说，看他的这个状态就知道。那这一张是我们的圣杯九哦，它就是在走到某一个山洞里面，然后发现了很多金银财宝。那这也象征着我们第二副牌组会有这种找到钱财的机会哦，或者是说偏财运啊，或者是说真的有得到一笔不小的那种天外飞来的奖金哈，就是一种突然暴富的这种状态啦，那种人生胜利组之外呢，还可以顺便暴富的这种情形，可能在最近会有一些让你升官发财啊，或者是说让你得到一笔资金，很大的一笔资金，可能你要想象这个有多大哦，所以现在也可以许愿一下，是说你希望这个钱是有多少呢？对，内心想象一下这个数字，你要去让这件事情显化，也需要我们的一些想象力哦。对，很多事情都会很快的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如果是以事业的层面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有很多贵人来帮忙你哦。无论是客户还是老板啊，或者是其他贵人，都会看到你的身上美好的品质哦。对，所以其实不仅仅皇后牌，那它也可以象征女性的贵人。所以你这副牌组就有那么多的人际关系链在你周遭体现，包含刚刚的牌卡也是。所以其实在家庭上面啊，或者是事业方面、爱情方面，你们都会非常的顺利哦。那跟我们一开始的牌卡4号 Wisdom 这个结合
起来的话是说，我觉得是你要开始去净化你的能量场，保持你内心还有你的想法的纯粹，让你周围吸引过来的都可以是很纯粹的人。OK，就不会让你陷入可能三方的这种状况，因为你现在要转运啦，你过去可能还有那种可能不小心踩到一些陷阱的这种状态，那这个状态可能是来自于说，没有察觉到，没有看到，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多问几个问题，有时候这个智慧是需要你安静下来、平静下来，然后去察觉到的。然后去问内心需要什么，就好比说我刚才问你说，如果你有发大财的机会的话，那这笔钱会是多少？对，我们可能会受限到我们自己的一些想象力，或者是说我们并没有去问到自己需要什么、想要什么。那你以牌卡来说的话，哦，这副牌组真的是不得了，非常厉害哦。那感情上面的话，我们再继续来抽牌卡来去看一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近期显化的好运是什么呢？The Dragonfly 蜻蜓哦，它也是一种转化的能量。Key on Ring Paradise 乐园。好，我们第二副牌组要显化的好运是什么呢？Twin Flames。好，我们第二副牌组在爱情的能量上面呢，会迎来一个灵魂上面的转化和提升哦，因为会感觉到我们刚才的权杖八在这边，你们是在彩虹之上的哦，而且是飞跃在上面的。那你们在这次的提升当中，在感情上面，可能有些朋友会经历那种分分合合，或者是你会像我刚才讲说，有一种断舍离的这种能量，让这件事情彻底的终结，然后迎来内心的平静。因为其实你们是有选择权的，有很多的选择在你们身上，你们是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这段感情的。对，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去决定说自己未来生活的这种状态。那我们的最后一张 Twin Flames 就是双生火焰这个部分哦，有些这种跟灵魂之间的这种分分合合、追逐的这种状态啊，可能让你已经感觉到在爱情里面感觉到有一些疲惫。对，那这次其实是迎来了一个让你提升的这种状态，因为其实你们之间的结合，就或者是说你跟这个对象的灵魂的交流，各种的事件产生呢，都不断的在锤炼自己的内心。这样子的过程，好像是要让你的内心逐渐越来越明白你自己想要怎样子的爱情，怎样子的生活。你在这一段的情感当中，你会越来越爱你自己，你会越来越明白自己的重要，然后在你的内心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乐园。所以这一次的爱情的这个能量，会给你一个非常大的转换的旅程，它是一个灵魂的转换的旅程。你是从里面死了，但是你又在里面活过来。你这次可能是为了自己而活。你在这里面呢，会去找到突破自己非常多的一些可能。你会突破了很多之前你所设有的一些障碍，你自己能找到你自己内心一把钥匙，所以完成了这个 Dragonfly 的一个转化，你可以疗愈到你自己，然后为自己去得到这样子的光芒，会去找到你自己，还有改变你原本设定的这种状态。所以在这一段旅程转化之旅，或者是你的转运之旅的途中呢，你所需要的
就是不断的去进化，去沉下心来，去问你自己，用白水晶的这种能量去体现出你自己本身的本质，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很高贵优雅的一只白龙哦，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存在哦。那你要透过自我的一些了解吗？你要不断的疗愈到你自己哦，然后 asking questions， 问你自己，问自己很多很多，希望你自己拥有什么样子的价值，你的愿望是什么？因为你是你自己的显化师哦。对，当你可以疗愈到你自己，然后给予到自己很多价值的时候，你就能获得你自己的重生，你就能找到你心中的乐园哦。那种幸福感和美满满足的感觉，你会跟你真正的一个伴侣达到一种相辅相成，而且是互相成就彼此的这种状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雷诺曼牌卡。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转运时刻来临了哦，他正在显化的运势，正在显化的好运势是什么呢？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好，第一张是 Mountain， 第二张是 Letter， 第三张是星星 Stars， Cross 十字架，还有我们的狐狸。好，我们第二副牌组正在显化的一个好运势啊，就是很多困难其实都在你身后，你是知道可以怎样去处理它的，你是拥有那个智慧的哦。那里面有一些状态是说，可能有一些讯息会让你察觉到你可以怎么去做。那个讯息呢，可能是来自于生活中的一些信件啊，或者是公家机关的一些文件，或者是比较正式的一些文件。这些呢，就是当你需要的一些答案，其实在近期会有一些好事情发生。那些信件、那些文件，可能刚好都是你需要的。有一个你等待已久的讯息会来到你的手上哦。那在里面呢，它有一些让你困扰的问题，其实是你会用你的方式，用你聪明的能力迎刃而解的。OK，那在里面的话，你也要去看透一切的真相和本质，在里面不要被愚弄了。你会在里面会去察觉到有些讯息是不是你所需要的，那他这些话或者这些讯息是不是真实的，你也会察觉得到。那里面还有一些状态，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抽到这个黑桃 K 嘛，我们象征着这种可能来自英国、来自业力的这种能量，跟这张牌是有对应，跟我们的 Twin Flame 也有一些对应哦。那这样子的这种状态，可能是说，给到我们刚才有一个讯息是说，在情感上面有一种很快速进行的这种状态哦，你会感觉到你跟他之间的缘分很深的这种情形。对，所以，这个情形有部分朋友是会需要在。我接受到这个讯息是说，有部分朋友是需要再找可能另外可以疗愈的老师来做一些帮助的，可能阿卡西记录啊，或者是说就是看前世因果之类的。有部分朋友我有接受到这个讯息，是如果是有关情感方面的话，那这个可能是有关前世今生的一些课题在里面。好，那他可能再这样子去解决的话呢，其实也可以不依靠其他人。那比较要注意的这个状态是，你要理解你正在清偿某些你过去的一些
一些考验，你可能前世所期待的一些讯息，在今生近期又会发生一次，那你这次会用你的智慧来去面对它。那只要破除掉这些考验的话，你就会找回到你自己的真性，然后从此就会让你感觉到那种平静、祥和、平静的感受。你会找回到你自己真实的模样，然后你最喜欢的那个状态。你一开始的那个状态，它不应该是可能被很多事情给困扰的这种状态，因为你们能量是很好我们当你转运之后，真的是要钱财有钱财，要爱情有爱情对，我们刚才就已经有算到了，对，只是有部分朋友是那个可能还在这个业力因果当中，所以有这样的讯息要提点到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下一副牌组的神谕卡，抽取一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即将要显化的好运，在宇宙中，宇宙有什么提点要给到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来显化第二副牌组的好运呢？要尊重你自己很多时候可能会无意间被很多事情绑架住好，拥抱你的情绪所以你要迎接你的好运，你的转运时刻，其中有2点是真的要特别再注意的就是有时候会困扰到你，是因为你去把别人的事情或者是把别人的情感放得很重，但是你没有尊重到你自己，你没有拥抱你自己，你的那些情绪，那些任性啊、小情绪啊，那些脆弱都是要被看到的，它可以被允许存在的，所以尊重你自己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下一张牌卡。好，这张牌卡是 Freya。弗雷亚女神，她是北欧神话最重要的生育女神所以也很对应到我们的皇后这一张牌卡，它跟这一张牌卡很相似不仅就是有关爱情的女神，那她也是维京时代最重要的女性神除了生育和爱情之外呢，她其实跟魔法、死亡、战争和财富联系在一起，那它常常跟黄金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北欧文化中就是财富和生育力是密切相关的。那他对黄金和珠宝的热爱，来反映他作为生育之神的功能，而且他也被描述是所有女神最漂亮的那一个。对，所以人们向他祈求幸福和爱情的话，都可以有好运来到所以是很受北欧的人民所爱戴的。所以这张牌卡呢，它下面是写说 You are worthy, you are loved， 你是值得的，你是被爱的。那也是想要告诉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就是说你们要尊重你们自己的感觉，然后你的一切都是很值得的，你应该要去找到你自己，然后去断舍离某些部分，这不见得是说爱情，而是说你的一些旧有的惯性、旧有的思维，就是可能来自于说你不觉得别人会爱你，你并不觉得你值得可以把这些情绪交托给别人。那也或许是说，当有这份机会来临的时候，有一个人愿意去承受你的所有情感，或者是包容你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愿意给他们看到吗？你允许你自己给他们吗？那你也允许你自己可以拥有这些美好吗？对，所以这是给到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好，再来就是我们抽取一下我们茶叶牌卡的部分，来看茶叶牌卡有什么给到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强烈的情绪，浓烈的爱恨，
对，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大多数都是有关情感层面的部分哦。好，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有什么正在显化的好运势呢？好，这张牌卡山谷能确保你成功的深层力量与内在安定。好，坚实的基础，努力就能成功。所以其实是不断的跟内心有一些允许和对话，你就可以成功哦。你会在困难时期获得照顾。其实这一次啊，你真的是过关了的话，你找到你自己的话，你就可以让你自己跃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缓慢但肯定领先。你会获得极大的幸福的。OK，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讯息了。就是希望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希望你们可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向往哦。然后，其实你们能量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具足的。然后，你们是值得拥有幸福的。你们生命中会充满很多很多的美好。那也是希望你们可以有这些眼光来去欣赏生活各个层面，然后拥抱你自己哦。然后尊重你自己。好，那这就是我里面全部的讯息，希望对第二副牌组是有帮助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Hello，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个紫水晶簇哦。好，那我们先放到旁边哦。我们先来看我们这一张牌卡，这张牌卡是 Vision 视野 ，Contemplating the future， 要展望未来哦。好。那我会感觉到，今天真的是大家都对应各自的颜色，我们这张牌卡它就是有一种白水晶，然后但其实它是紫水晶啦，然后这里的龙呢身上也是有带有紫色，然后望着宇宙星空哦。那我会感觉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在直觉力或者是说你的顶轮会很敞开，那顶轮敞开的意思呢，也象征着说你显化或者是你的想象力、创造力会获得提升。一旦你去想象创造你未来的生活的话，你的未来生活就会显化这些美好的体现。哇，那真的很棒诶，就是你心想事成啦。那还有什么讯息在里面呢？就是有很浓厚的与天地连结的这种能量。我会觉得与天地连结，其实不仅仅是在接受一些资讯哦，那我觉得也有部分是能量的回馈，就是当我们在接收宇宙的光的时候，对宇宙的光，然后再用我们的海底轮去跟大地做一个接地，让所有的能量去做一个巡回，你就是那个导引的接引者，然后让宇宙的光也可以将这个光传送到盖亚的水晶里面哦。那我有感觉到你们在未来的生活呢，有很多事情会按部就班的一一达成。那你们心态是很平和的，我觉得也有一个层面是说，你们会相对的佛系哦。你们重视的是大众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思维而已。所以你们的视野会看得更广更远，因为你们站在高处嘛，你们就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来去看世界的局势，所以也意味着其实你们有很多直觉力，会去做出最适当的举措来去趋吉避凶啊，或者是用你们的直觉力做出对大众最有利益的、最有帮助的事情。嗯。然后你们能适应这个世界哦，你们可以适应这未来的一个状况，就是未来你们不会再有那种恐惧的心，然后你们还可以看小事，然后去知道很
深远的事情。对，就是看小事件就可以去推未来很多的事件，你们是能看见未来趋势的人。好，那我们先将牌卡放到旁边哦。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呢，近期的能量是什么？来做一个验证啊。我们第三副牌组的近期能量是什么呢？好，权杖6，女祭司。哇，大家都会抽到皇后牌，皇后牌的能量，哇，又是一张3号，圣杯3。好，钱币7。第3副牌组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呢？好，方块9，方块 A， 黑桃 J， 梅花9，黑桃2。好，第3副牌组的朋友，可能近期的你们啊，有一件事情还在等待当中哦，等着那种丰收的来临哦。有部分朋友可能是钱财有点卡住了，那其实呢，我觉得有些蛮对应的状态哦，譬如说我们的圣杯3跟我们的梅花9，他们就是在举杯庆祝些什么，然后或者是说你在周围人的形象其实都是一种名声还不错的。那近期的你们在事业上面，或者是周围的名声，其实也逐渐的让你们名声打出去了。那有部分朋友呢，可能过去是有小人在诽谤你的，但是他现在是完全对你没有办法可以对你怎样。对，那你其实是现在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是你现在目前的能量场，你是相对保护自己的哦，然后你是会跟别人有一些距离在的。但是呢，这个距离我觉得是一个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一个美好的状态，所以你也可以跟很多人很不错，你的社交缘是很好的，然后可以跟你想要待的圈子好好相处。对，然后你目前呢，是会拥有更多时间去做自己的自我反思的，然后你很多心事是会藏起来，不让别人去触碰的这种状态。那你因为可能过去有发生一些事件，让你知道说人与人之间就是要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对，所以其实你有很多事情也不会主动去请求别人帮忙。还有一个讯息是说，你在过往有多方进行的事情呢，近期你是有让大家看到你非常厉害的那个层面，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哇，你怎么无意之间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都是那种默默进行哦，所以别人都会觉得说，哇，你是不是资源很多啊？你是资源很多，那你未来也是会收获到非常多美好事物的人哦。那有感觉到你是一个默默累积，然后可能本身做善事也不会去跟别人大肆宣扬的，然后或者是说有苦楚也会自己默默忍受的那种状态，就是一鸣惊人啦。就是你平时不说话，但是一表现的话，就是绝对会惊艳到众人的这种状态。就是蛮好的，然后其实你周遭大家都是蛮挺你的，但是或许你是明白，就是不要用考验去测试那种友谊，所以你现在也学会了，就是跟大家保持一个良好的距离哦。所以有很多事情你是会有一些能量是停滞在那里的，会感觉到那个流动性不怎么通顺。好，那如果是星座方面的状态呢？里面有巨蟹座，然后里面有金牛座、双子座、天秤座和处女座，对，然后还有狮子座、
跟一点点射手的能量，里面还有摩羯座。对，那如果有对应到的讯息，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哦。那如果没有的话，再回到一开始选牌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我们第3副牌组，转运时刻来临，正在显化的好运势是什么？宝剑1，圣杯侍从，力量牌，哇，也有权杖8，即将要显化的好运势，钱币4。好，我们第3副牌组，近期啊，你们即将转运的事情是说，你们会破除很多障碍哦，然后可能过往你们长期以来等待已久或者是忍耐很久的这件事情，接下来会很快速进行很多能量，然后一瞬间卡关的都不再卡关，就是很卡的能量都会瞬间的让你进行的很快速。你们是可以积累到财富的哦。那近期如果要储蓄的话，是有非常大的可能可以存到一笔钱的。那你们的另外一个能量是说，会有很多资源在你们周围可以去取得，对，然后就是你可以去跨越很多障碍哦，就是克服很多的人事物的问题，你会察觉到生命中的很多美好，然后去感受到这些美好在你的周围，所以你才可以运用到这些资源哦。那你能去察觉到这个资源，这才是你现在拥有这些能力。难怪有视野这一章，它同样是有望向什么东西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第2章我们的权杖侍者，他也在看向这个圣杯。所以你们看着自己的梦想呢，你们虽然是有一些佛系呢的这种能量，但是你们会很喜悦的呵护它，来让它慢慢的累积，然后慢慢的茁壮。但是其实你们也不是好惹的哦，就是你们对于一些决策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生活中可能面临的一些能量，你觉得它可能不适合你，或者是不适任你的，你会很快做出这个决定哦。那其实你是一个善于去观察周围能量的人，周围有什么风吹草动，你是可以很细心会看到的，所以难怪会有这张 vision 的存在哦。所以你可以像我们刚才讲的趋吉避凶之外，你也会体贴照顾你周围的人，可以去安慰到他们内心的这种状态。那其实你也是，我感觉到有部分朋友可能是在朋友之中，大家会找你聊天诉苦的这种对象，那他们会很乐意的去找你来去解决问题哦。所以某方面你可以说是一种咨商师啊、疗愈师的这种存在哦。你的存在会让大家会觉得很窝心，然后有一些事情找你去解决，然后你就会有很多想法来去帮忙到他们。对，那最近的这个好运呢，就是其实问题在你身上都不会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你绝对是可以很迅速的把它处理完的。那你可以巩固好你自己自身的价值，然后树立自己可能不希望被侵犯的这种状态局面，对，然后你也愿意把很多美好去投向这个世界，把一些你想象中的一个能量，好的能量回馈这个世界。所以我也觉得说，你应该要如果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不好的能量的时候，你要去学会转化这些能量。那我也知道说，近期的你好运就是其中一个好运，就是你能转化这些能量，让你这些负面的思维转化成一个好的频率，然后投向你的宇宙哦，让更多好人好事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对，那有些考验呢，它是会让你察觉到你自己
本身的一个品质，还有你的决心有多大。那个决心可能是说要跟宇宙宣告说，我决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因为人跟人是镜像的，可能在彼此之中呢，去察觉到你本身跟他拥有的特质，然后去同理到他，从此这个课题就再也不会在你生活中出现了。或者是说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跟宇宙宣告说，我不要再让这样子的能量进入我的能量场里面，我确定我不需要这些能量。对，然后勇于的去看到自己比较脆弱的部分，去疗愈到它。那这些都是你近期的好运的一个讯息哦。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我们雷诺曼牌卡，关于显化我们的好运。我们第三副牌组转运时刻来临啊，正在显化的好运势是如何呢？第三副牌组，好，我们这一张是 Birds。我们第三副牌组正在显化的好运势，幸运草哦，真的是很幸运哎。好 Man， 第三副牌组正在显化的好运势 Tree。好 Garden， 对，那回应到刚才的牌卡哦，过去可能有人诽谤你的这种情形，近期你们的名声会重新打脸那些诽谤你的那些人。因为我得到其中一个讯息是这个哦，就是曾经你是一直大家会在私底下讨论的一个对象哦，那可能是因为你太优秀，才会导致可能有些人来去诽谤你啊，或者是嫉妒你这种层面。那近期呢，你也是你的茁壮、你的成长，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你有一个讯息是说，你的社交运，就私底下其他人在谈论你的时候，都会是讲你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好？哇塞，你又做到了什么什么事情这样子？那你最近是非常幸运的哦，因为我们有幸运草在这边，就是你做的一些决定啊，是很幸运的都可以达成。然后或者是你出去就会遇到好事情，有一些好运气发生，这就是很符合我们这次的主题哦。那或者是说你在周围遇到的人啊，也会给你莫名其妙的好运。对，因为我们下一张就是 Man 嘛，对，然后结合这样子，那 Tree 呢，它有健康的体现，就是说，或者是说你某样正在筹备的事情，它会很茁壮、很健康的成长。那我会感觉到啊，就是这比较是在跟你的人际方面有关的。过往可能误会你、误解你的这些讯息啊，或者是大家所谈论的事件会被推翻，然后大家会有一种恍然大悟，你的正义就重新来临了，有这个讯息产生，或者是说你的健康呢，你的数值是获得控制的，那它的那个健康运呢，是体现越来越好的层面哦。那 Garden 和 Birds 呢，它都是比较属于大家谈论啊、社交啊，或者是八卦你啊之类的。那你在朋友缘上面会接触到越来越跟你契合的人，然后气味相投的人，你会展现你的魅力，然后展现你的智慧，展现你想展现给大家的一个形象。那你在大家心里的形象是不错的，虽然你可能不那么介意啦，但是也因为你的坦荡和自在，所以你这个讯息不见得是你可能也不在意说这是不是对你是好运，但它是一个牌面所呈现的这个状态，也象征着说你可能不再那么介意其他人对你的看法了。对，但是因为牌面是这样，我还是有去解释这个我解读到的这一块。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来看一下第三副牌组的爱情运的这一块哦。
正在显化的好运势。我们第三副牌组的爱情运正在显化什么好运势呢？ Grounding 接地， Soulmates 灵魂伴侣，好 Poker Face， 好死亡 Death， 好约会。有部分朋友呢，还在寻觅一个灵魂伴侣。那近期呢的好事情是说，你们终于放下了某些过往的事情、过往的事件、过往的情感纠葛，然后终于放下你可能对于过往的一些想法，然后愿意去开放你的心，去接受新的可能性。对，你之前可能也没办法把自己的某一个面向脱下来，就是总是要用一个比较客套的方式来去面对新的人，或者是你的某一个对象这样子，你可能还是有自己的保护色。但近期呢，你越来越接地了，你开始稳定了你自己的内心，然后你也成长了，你经过了过往的事件，或者是你近期的一些经历，让你学习到很多，让你获得到更多的安全感，让你明白安全感是自己给予自己的。对，所以渐渐的你可以敞开你的内心，然后迎接你自己的灵魂伴侣soulmate 这个部分，因为你们的能量在稳定当中当你们接地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发现这些安全感的时候，越来越知道说我可以不再在意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们是可以很开放的，你们就会用这样子的能量去吸引到很合适对频的人。再来就是说，这样子的约会会是你觉得更为契合的，你不会再会说好像是花了一个时间，然后跟一个人吃饭，仅此而已。你会觉得说彼此在聊天的内容是有被聆听到，然后有被照顾到，有被在乎到，对这些很情感层面的意义，你都会接受得到那也是很不错。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第三副牌组，宇宙有什么提点，让我们可以在转运的时候，转运来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第三副牌组，宇宙有什么提点要给到我们呢？这个神谕卡，要知道你总是被爱的。其实这一张比较是在于说，你常常会感觉到蛮孤单的，你知道你可以很坚强，但是守护灵在旁边想要告诉你说你是被爱的。其实很多人在你身边照顾你，他希望你敞开你的心，然后放下蛮多你的一些尖刺，然后敞开的去享受你生活的能量，然后知道说其实宇宙一直在爱你。这是我收到的一个讯息那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张牌卡给予的一些提点。好，你要知道很多事情都会过去，它终究会过的，所以我们可能要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吐气，吸气，吐气，然后知道说就像这一口气它还是过去了。好，那接下来我们下一张牌卡是我们的另外一张神谕卡，好奇心What sparks your interest？ 就是什么会让你感觉到有兴趣、好奇心？什么会激发你的兴致啊？对，那这张牌卡呢，要给到我们第三副牌组，就是说，有什么是你真的很在意的？你好像不常想这个问题，你好像不常想你需要什么，你好像
没有真的很深思说，你如果只能在意一件事情的话，那会是什么？那什么会激发你的热情呢？有时候你会去做很多可能别人觉得好的事情，别人觉得对的事情。那有什么是可以激发你全部热情的事情呢？你好像也还在找。那这个好运是即将要来临了，那它会带领你去找到你的灵魂使命。那你会开启你会重新建立你的好奇心，你会重新开启你的好奇心，就像小孩子一样，看见一朵花的那个美好。你会重新看见小事情的美好，重新在那里自由自在的呼吸，然后重新在那里玩乐玩耍，然后重新找回你自己最向往、最热爱的事情。就是说，你会有更多的观察力和注意力在你生活周围，你会察觉到，然后让你的能量充满欢乐，让你会有一种重新解读这个世界的感觉。因为你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是老灵魂了，所以你觉得好像世界就是这样转啊，你已经轮回那么多次，你不觉得就长一样吗？老天爷总是那么慢，我的愿望总是那么慢才呈现。但是这张牌卡还有这张牌卡要讲的内容不是这个哦，它是说现在地球扬升了，所以很多事情运作的很快，很多事情都会很快就过去，包含你的想法、你的念头。你的念头是怎么想，很快就会来临到你的生活当中。所以你要去梦想，你要去展望未来，然后去相信你所想显化的事情。那你要投注很多能量，它就会显化的越来越快。所以，譬如说，你想要什么？我想要钱，多少钱？我希望可以很多钱。那很多钱它不会给你有任何感觉，你应该是要去想，我花这笔钱是花在什么地方？我花了这笔钱花在什么地方？我会觉得超开心的，它是会激发我的好奇心。我能想象，我能好奇，我花这笔钱我花得多快乐，这样子激发我的一个兴趣。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能量给激发出来的话，那个钱财的来临就会很快。对，你要想象你拥有的快乐，因为我们有时候拥有那个钱财不是真的快乐，而是真的是去花费，然后去拥有、去给予的这种感觉，它会让我们感受到这种体验感。譬如说去逛老街、逛街，然后那种我可以去看见一些新奇的店，然后那种很开心，好像有一些新的事情被我体验到的，这就是我们来到地球的目的啊！所以这张牌卡也是像我刚才讲那个，重新找回你的人生使命、人生的意义的这一块，你会慢慢的找回你原本最初最喜欢、最有兴趣的这件事情，可能这就是你的好运哦。因为如果能找到这些人生使命的话，你未来会源源不绝的给予你很丰沛的好运的能量，好的频率在你周围。那渐渐的，我们就不用担心很多事情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再抽几张茶叶牌卡。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即将显化的好运是什么呢？真诚的愿望将会实现。我就马上就抽到这一张。对啊，你们心想事成呢。好，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即将影响你生活的连锁事件。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即将显化的好运，在身体或精神上的一趟旅程。别受到诱惑而降低你的标准。好，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近期
即将会显化的好运，正在显化的好运是什么呢？事情不会总是如此，改变即将来临，会有一些转化的能量哦。第三副牌组的朋友，物质财富增加或灵性成长，哇，那真是太好了。所以，有很大的一块会觉得是说，宇宙正在锻炼第三副牌组，就是顶轮打开的能量，灵性成长的能量，稳定你们的灵性，然后让你们的物质财富增加。所以，让你们的心理安定了之后，你们这个能力被打开了之后，你们很多的好运就会随之而来的降临在你们生活周围。对，然后你就可以展望你的未来，因为有可能在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是相对之下比较保守的，然后有一些不安的层面，必须要看到，然后才会去勇敢去破除掉某些信念上面的障碍哦，限制性的信念必须要破除。那你们的好运即将要来临哦，那所以好好的去思考，你们会激发你们热情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保持这样的能量去享受那个喜悦和兴奋。好，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讯息。那希望对第三副牌组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